前段时间我家养的一群鸽子遭遇了一只猛禽无情的追杀，还好它们都足够聪明，一只都没抓到，全部都逃回来了。没办法，只能把它们都关起来了。从此以后，这一只猛禽隔三差五的就在家门口上空盘旋，试着寻找目标。你们都想象不到，就连科尔鸭它都不放过。还好这几只鸭子那一瞬间跳进了池塘，才没被抓到。不过这么大的块头也不怕它，也就是说，除了我家的狗子，其他的小动物它都想尝试一下，所以说我也不敢放了，没办法呀。当时我家的鸽子都在外面下蛋呢，但是没办法，被猛禽盯上了，只能把它们全部给关起来，终止孵化。这2颗蛋我只好放在孵化器里面自己孵化喽，顺便再给鸽子做一个简易的窝，放到笼子里面，搞点草铺在里面。你们2个如果要下蛋的话，就将就一下啊，没办法，以前都是放着在，他们自己找材料，自己找位置做窝，现在为了保命，只能关起来。这2颗蛋我放在孵化器里面放了11天，今天我拿出来一看，哎，要破壳了，预计明天就会出壳，到时候又要喂小鸽子了。最近把这几只鸽子关起来的时间，它们也没有闲着，这不，我给它们准备的窝又下蛋了。这个速度是真快呀！再看这一对，应该也是下蛋了，我都没怎么看。窝里面又有2个蛋，这猛禽啊，逼着我把鸽子关起来。这以后鸽子不是越来越多了吗？以后养不起，我要去找它麻烦。这2颗鸽子蛋放在孵化器里面，等它们出壳吧。然后前2天捡的鸭蛋，应该是没有受精。放在孵化器里面再放2天，基本就确定了，鸭子就下了这1颗蛋，后面也没有下蛋，所以要蛋的兄弟等等吧。前段时间我家这一只单身母鸽子疯狂的下蛋，而且试图搞孵化。为了满足它的愿望，我就给它搞了1颗鸭蛋让它孵化。没想到它孵化鸭蛋还挺认真的，考虑到鸭蛋的孵化周期太久了，所以我就把孵化器里面最后1颗孵化了10几天的受精蛋放到鸭窝里面给它孵化，大大的缩减了时间。同时为了保证它孵蛋的安全性以及小鸭子出生后的安全性，所以我决定把鸟窝放到笼子里面。这只鸽子的母性特别强，蛋放到窝里面它就开始孵化。孵化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加上孵化器和鸽子的时间一起有23天，小鸭子已经开始在着壳了。母鸽子在孵化鸭蛋也特别认真，它丝毫没有察觉这压根儿不是鸽子蛋。除了吃东西、喝水、洗澡，其他时候都在窝里面安静的孵化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再过来看一下，这个鸭嘴特别明显，都看得到吧？这鸽子孵蛋也挺靠谱的，我发现最近我家这帮小动物孵蛋一个比一个靠谱，挺好的。3只小鸡现在在鸽子笼顶睡觉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这个豆芽今天晚上居然在上夜班，孵蛋也搞得这么认真的吗？不过从它这几天开始认真孵化之后，就再也没下过蛋了。没有领到蛋的兄弟可能要等等了，最近我预计他们都不会下蛋了。又是新的一天，破壳的速度很慢，我预计要到明天了，到时候我们再看看吧。第25天的时候，小鸭子已经出壳了，是一只小黄鸭。25天也是比较符合科尔鸭正常出壳的一个阶段。趁着母鸽子下班的时间段，我来看一下小鸭子身上的羽毛还是湿湿的，这个时候需要母鸽子来给它保暖，一会儿的时间就干了。母鸽子已经回来了，正在看着它奇怪的孩子，不过好像也没有发现这不是小鸽子啊，而且它还试图给小鸭子喂鸽乳，太有意思了。又过了2个小时，我过来一看，小鸭子的羽毛已经干了。我计划明天就把它放到保温箱里面养起来，因为答应送别人的小鸭子数量还不够嘞，所以说就把这一只送人了。今天暂时就让这一只小鸭子和它的鸽子后妈先相处1天，如果这鸽子还搞孵化，再送它1枚蛋，让它好好孵化带小鸭子吧。这也总算是圆了这一只鸽子孵化的梦想，不过刚孵化出来就要分离了，毕竟一个是在天上飞的，
一个是在水里游的，一个吃小鸡饲料，一个吃鸽粮。嘿嘿嘿，这老夫老妻的还在秀恩爱嘞。鸽子这种状态，说明它们已经配对成功了，同时也说明它马上就要繁殖下一窝了。这一对鸽子的产量真的是高啊，一窝接一窝的。一般它们在配对成功之后，就会互相换食。接下来的画面少儿不宜，我们直接跳过。紧接着，这只公鸽子还出去飞了一圈，又回来了。这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是吧？可惜我不仅看到了，我还给它拍下来了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带大家看一下他们的孩子。这是他们的孩子，现在已经开始学吃了，所以说他们的父母又在计划生二胎。我觉得这一次的一对小鸽子长得真的是特别好看，等一会儿带大家看一下。这就是他们的爸爸，感觉不像亲生的。如果说要找他们的相似度，只能说小鸽子的颜色和公鸽子翅膀上的羽毛有那么一点点相似，其他的我实在是看不出来。不过它每一窝孵化出来的小鸽子长得都差不多，这一窝颜色更深，基因异常的稳定。这是母鸽子，反正小鸽子又不像公的，又不像母的。右边的这一只小鸽子，我觉得这个花色还挺好看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它正面，是不是挺好看的吧？这一只是不是也还可以啊？家里的鸽子养的太多了，不然的话我都想把它们留下来的。不过这两只前段时间都答应送人了。反正这一对是我觉得它们繁殖以来最漂亮的两只。它们现在也在开始学吃，加上他们的父母又准备繁殖下一代，都没怎么管过它们呢，跑到鸭窝这里来了。抓起来放到笼子里面，等他们的父母等一会儿回来给他们喂一下。这个阶段靠他们自己吃还吃不饱。公鸽子已经回来了，正在给小鸽子喂吃的。我来偷看一下。哎呦，还啄我嘞！好，再见了。咬狗子去，你也不咬啊。兄弟们，如果你们遇到这种鸽子，你们说是煲汤嘞，还是清蒸嘞，还是红烧嘞？这几天疯狂的咬我。考虑到最近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它们一直在繁殖，我担心会热死，所以说就把母鸽子给关起来了，把它给放着。结果自从把母鸽子给关起来之后，它就盯上我了。现在只要是看到我就疯狂的追我，不是咬我的脚就是咬我的手。这个情况是一天比一天严重啊，也不担心我会把它给煲汤了。所以说咯，这鸽子还是懂我的，它知道我就喜欢它这种个性。如果换个主人，它天天这样咬的话，可能它的小命早都没了。它脸皮特别厚，不管你怎么整它，你把它丢了之后，它继续咬你。这被狗子给吓飞了。我上楼顶一招手，它又追过来了。它的这种情况，你手不动还好，手一动，它变得异常的激动。还好我的这双手常年被各种动物咬，所以说皮已经很厚了。小小的鸽子还不能拿我怎么样，没感觉。而且咬着咬着，我还觉得挺舒服的。所以说这种鸽子，我会把它给煲汤嘛，肯定会一直养着。这一只母鸽子自从被它拐回来之后，也不跑了，都不知道繁殖了多少只小鸽子了。只要是给它们放在一起，它们基本上1个月繁殖一窝。所以说母鸽子也挺辛苦的。现在还是把它们分开吧，这几个月都不打算让它们繁殖了，就让这一只公鸽子咬我吧，我不怕。我就一对魔术鸽，一对鸽子，你们看一下繁殖多少。这一只小魔术鸽也下蛋了，这是他们的父母，他们的父母最近也下蛋了，然后正好他们也下蛋了，所以放在一起，让他们父母帮忙孵化一下。因为那2只小的蛋下在地上，这里还有一只小鸽子，一只小魔术鸽，还有2只小魔术鸽飞出去玩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数量越来越多了。这几个月就让这一只该死的鸽子咬我吧，反正我也不怕。